各位会点生活的朋友，特别是咱们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大家好好看看日历，2026年可是眼瞅着就要到了。如果到了这个时候，您辛辛苦苦攒下的退休金、老本还悄无声息地趴在那种老式的活期账户里睡大觉，那我必须得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您这一年下来，白白溜走的利息钱，可能比您能拿到的多出整整10倍。这绝对不是张天明我在这儿吓唬人，这就是银行业内一个公开却不常说的小秘密。那些柜台后的行员们很少会主动把这个秘密告诉您。今天呢，我张天明就要像帮自家老哥老姐忙一样，手把手教您怎么去按下那个藏在银行系统里的隐形开关，让您的每一分血汗钱都能自己动起来生小钱，每个月都能多出一笔就像白捡一样的买菜补贴。想知道这个神奇开关在哪儿，怎么按的朋友，现在请您就动动金贵的手指，关注咱们会点生活频道。方便的话在下面留句言说我要领利息，让天明我知道您也在关心这件事。咱们话不多说，立刻上干货。咱们先来聊聊您家里抽屉或者枕头底下最常见的那几本红红绿绿的存折本子。我敢说，正在看的朋友们，不管是已经享清福的阿公阿嬷，还是刚刚退休或者正准备退休的兄弟姐妹，手里头肯定都少不了几家银行或者邮局的存折。这些本子啊，来历都不一样，有的是当年上班打拼时，每个月等薪水进来的薪资户，有的是现在到了年纪，每个月准时收到劳保年金、退休金的养老户头，还有的呢，是孝顺的儿女、孙子辈，为了表心意，定期给您转生活费的孝敬账户。大家对这存折的使用方法，多半都非常朴实，钱进来了，就让它在那儿放着，等到家里要买菜做饭了，要交水电煤气费了，或者小孙子孙女来撒娇要零花钱了，才拿着卡去街边的提款机取个几千块出来用，剩下的钱呢，就继续原封不动地存在折子里。大家心里肯定都觉着，钱放银行那是天底下最稳当的地方，多少还有点利息，虽然不多吧，但总比塞在家里柜子底担心遭小偷要强得多，是吧？但是啊，张天明今天必须得跟大家摊开一个有点扎心的现实了。在已经来了的2026年，在这个什么东西都涨价，银行利率也上上下下波动的新年头里，您这种钱到了就放着，一动不动的老习惯，其实根本不是在存钱保值，而是在悄悄的不断的亏钱，而且亏得相当不划算，简直就是在免费给银行打工啊。咱们不用讲大道理，就算一笔最简单、最明白的账，让冷冰冰的数字自己来说话。您手里那本存折，如果从来没有特意去银行柜台办过什么升级手续，那它在银行系统里的默认状态，有个学名叫做活期储蓄存款。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市面上一般的活期储蓄存款，利息能给到多少呢？以咱们这边大部分的公股银行或者常见的民营银行来说，这个数字大概就在 0.6% 到 0.7% 上下浮动。有些特别大的银行，因为不缺钱，给的利息可能比这还低。这个 0.6% 意味着啥？咱们来算算，假如您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下了100万台币，全都放在这个活期户头里，那么一年到头，银行会给您多少利息呢？100万乘以 0.65%， 咱们取个中间数，等于6500块钱，摊到每个月也就500来块。现在物价是个什么情况？大家比我更清楚，这500多块钱，去趟菜市场能买点啥？可能买几斤好点的水果，或者割几斤肉就差不多了。可您知道现在的钱变得有多不经花吗？咱们就去巷口那家早餐店看看，以前10块钱的豆浆馒头，现在多少钱？一颗荷包蛋都快要20块了。如果我们保守一点估计，每年的物价上涨速度，也就是通货膨胀率，大概是 2%。那么您这100万放在活期里，表面上数字没少，但它能买到的东西，实际上每年都在缩水。您以为钱在银行很安全，其实啊，它就像一块搁在大太阳底下的冰，虽然看起来还在碗里没动，但实际上正在一点点的融化、变小，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是，银行到底是怎么样用咱们这笔钱的呢？这才是张天明我觉得最不公平的地方。银行用几乎零成本，只有 0.6% 左右的利息，从咱们这里拿到钱，转个手就贷给了那些要买房结婚的年轻人，或者是需要资金扩大生意的小老板。这时候，银行收他们的贷款利息是多少呢？起码是 2% 起步，甚至 3% 以上。这一进一出，银行一不用流汗，二不用奔波，就靠着咱们不知道、不清楚这个信息差，稳稳地赚走了巨大的利息差额。这说白了，就是在收一种懒人税。因为我们懒得去打理账户，因为我们不太明白里面的弯弯绕绕，我们就成了银行最喜欢的、最便宜的资金来源。说句实在话，这就是咱们在拿自己养老的本钱，
默默补贴着银行的利润，让人家赚得舒舒服服，那咱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样下去吗？当然不是，办法肯定有，而且这个办法完全不需要您去研究那些让人头晕眼花的股票走势图，不用您碰那些听起来就风险很高的基金，更不用您把钱交给业务员去买那种一绑就是6-7年，中途用钱解约还会亏本的储蓄保险。我张天明要教您的这个方法，简单到您只需要明天抽个空，带上证件去银行柜台签个字就能搞定。而且我可以拍着胸脯跟您保证，它是绝对保本，没有任何风险的。这个核心的绝招就是把您手上那个普通的存款账户升级成综合存款账户，同时一定要开启里面一个叫做自动转存的神奇功能。可能一听到综合存款这4个字，有些大哥大姐会觉得头大，心想这又是啥专业名词。别担心，天明我用最直白的话给您解释清楚。以前咱们的存折，活期是活期，定期是定期，要么是分开2个本子，要么要想存定期，就得专门跑一趟银行，抽号排队填单据，麻烦得很。但这个综合存款，说白了就是把活期和定期的功能合并在同一个账户、同一本存折里。而那个最关键的自动转存功能，就是咱们今天要找的隐形提款机开关。只要您去银行把这个功能打开，然后自己设定一个金额门槛，比如说1万块或者5000块，接下来银行的电脑系统每天晚上结算的时候，就会像个小管家一样，自动检查您的账户，只要发现您活期部分的钱超过了您设定的这个门槛数，它就会二话不说，自动把多出来的那部分钱帮您转成1年期的定期存款。请注意，是自动转，不需要您每天惦记，不需要您再跑银行，也不用您带着老花镜在手机屏幕上点点戳戳，完全是全自动的，省心到了极点。这么做的好处有多大？简单一算就明白了。现在活期利息大约只有 0.6% 上下，而1年期定存利率普遍有 1.6% 以上，这中间的差距几乎有3倍之多。举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假如咱们社区的老王手头有250万积蓄，一直放在活期账户里，1年下来利息大约是16000元左右。如果他听了建议，去银行办好综合存款和自动转存，把245万转成1年定期，活期只留零花钱，按 1.6% 利率算，1年利息就有39000元。您看，2个数字一对比，足足差了将近23000块。这笔钱不是投资赚来的，仅仅是您多知道一个方法，多做一个动作，就把被低利率借走的收益拿回来了。这23000能做什么？够老两口在省内舒心旅游一趟，或者支付全家1年的水电燃气费，甚至每月多出近2000元的加菜金，生活品质立刻提升。这就是行动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说到这儿，肯定有心思细考虑周全的朋友要问了，天明啊，利息高当然是好，可定期存款不是都说会被锁死吗？万一家里有个急事，比如老房子突然要修缮，或者身体不舒服要住院交押金，急需用一大笔钱，可钱都在定存里取不出来，那不是干着急吗？要是提前解约，利息被扣光，甚至扣本金，不就亏大了？您问的这一点，恰恰正是我要强调的重点。这也正是综合存款最厉害，最适合咱们普通老百姓，尤其是长辈们的地方。它配套有一个自动解约，或者叫自动质借的功能。当您拿着银行卡去提款机取钱，或者刷卡消费的时候，如果您的活期账户里的钱不够支付了，比如您要取3万，但活期只有1万，系统会自动智能的帮您处理。当您需要临时支取部分资金时，该功能会优先从最近存入的定期账户中按需解约对应金额。例如，若您需用2万元，系统仅会解约2万元的定期份额，您账户中剩余的定期资金将继续保持原存款状态，享受原有的利率收益，不会因部分支取而影响整体利息。这种方式既满足了您的灵活用款需求，也最大程度保障了您的存款收益。至于那解约的2万块，您损失的仅仅是这一小部分定存到期利息打个折扣，比如8折，您的本金是绝对1分钱都不会少的。所以说，这种账户它既保持了活期存款那种随时能用的灵活性，又让大部分资金吃上了定期存款的高利息，鱼和熊掌，这下可以兼得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张天明说，这是咱们在2026年必须给自己装备上的自动生钱法宝。可是，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平常咱们去银行存钱、取钱的时候，那些穿得整整齐齐的行员们很少会主动跟咱们提起呢？为什么他们更乐意给咱们介绍各种保险计划，或者推荐投资基金？道理其实很简单，帮您开通这个自动转存功能，银行就要按更高的定期利率付给您利息，这对银行来说是增加了成本，减少了他自己赚的利差。而向您成功推销一份保险或者基金，
行员是有业绩提成，有佣金可以拿的，这就是商业社会最现实的逻辑。所以，咱们不能傻傻的等着别人来发善心、送福利，咱们得自己先弄明白，自己主动开口去要，把理财的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具体操作其实很简单，张天明给您理了一份清楚的行动指南，请您带上身份证、健保卡或驾照和开户印章，亲自去一趟开户行，任何一家都可以。到柜台后，直接对工作人员说清楚这句关键要求，麻烦帮我把这个账户升级为综合存款，并开启自动转存功能。活期部分保留5000或1万，其余全部自动转成1年期定期。这时候，行员可能会推荐其他产品，请您温和而坚定地表示，谢谢，我就办这个综合存款和自动转存，麻烦帮我设定好就行。办妥之后，存折上会有相应备注，从今往后，只要有钱入账超过您设定的金额，系统就会自动把它转入定期区，开始为您赚取更高的利息。简单几步，一劳永逸。除了这个必须去柜台办理的核心大招，张天明我还要给那些愿意尝试新东西、会用智能手机的哥哥姐姐们，再加送一个进阶福利包。2026年，为了鼓励大家多用电子服务，很多公股银行像台银、土银、合库这些都专门为65岁以上的长辈推出了乐龄友善服务，或者叫数码存款账户的特别优惠。如果您不排斥用手机 APP 看看余额、查查明细，我强烈建议您可以在办综合存款的时候，顺便在柜台申请一下绑定网络银行，或者直接开一个数码子账户。为啥要多这一步呢？因为按照2026年的新趋势，这些数码账户给的活期存款利率往往比传统的实体账户还要高，有些甚至可以给到 2% 以上。而且只要成功开通并绑定，银行通常会每个月赠送您10次、20次的跨行提款免手续费，以及跨行转账免手续费的优惠。咱们长辈有时候去便利店取钱，或者偶尔需要转账给外地的孩子，一次手续费5块、15块，看着不多，但一年下来，聚少成多，也是好几百块钱呢。这几百块，咱们拿去买点营养品，添件新衣服，它不好吗？干嘛要白白送给银行呢？只要您在柜台多签一个字，同意开通这个数码金融服务，这一年几百块的冤枉钱就省下来了。而且您放心，现在银行的手机 APP 都做得非常人性化，字特别大，还有专门的长辈模式、简易模式，操作起来比想象中简单多了。张天明真心劝大家，不要对新科技有畏难情绪，它能实实在在帮我们省钱、赚钱，那就是好工具，就是咱们晚年生活的好帮手。另外还有几个小细节，天明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都是关于自动转存这个功能的设定技巧。首先是那个门槛金额，我建议大家就设在1万块或者5000块，别设太高，也别设太低。为什么呢？如果您设得太高，比如设个10万块，那您账户里长期放着的好几万块钱，就还是在吃活期那点可怜的利息，这就没达到咱们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如果您设得太低，比如1000块，那系统可能隔3差5就帮您转存一次，利息是赚到了，但存折打出来会密密麻麻全是记录，看着眼花，换新存折也换得勤，没必要。所以1万或5000块是个比较折中、合理的数字，既能保证绝大部分资金都在赚取高息，又留出了足够的活钱，应对日常买菜、交通等小额开销，完全够用了。关于自动转存，大家可能有几个问题，张天明为您说明一下。多久转一次？大部分银行是每天夜间结算时自动扫描，只要您活期余额超过设定值，系统当天就会触发转存，最快当晚或次日就开始计定期利息，做到利息不过夜，钱一进账户就进入工作状态。选多长期限好，建议优先选1年期。目前利率环境下，1年期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稳妥选择。3年期利率虽可能稍高，但资金锁定期长，万一未来利率继续上升，您就容易错过机会。而1年期刚刚好，既能享受到当下还算不错的利率，又能保持每年都有一次资金到期重来的机会。如果明年利率涨了，您到期续存的时候，就能按新的高利率计算。如果明年利率跌了，您今年所住的这个利率还能再保1年不吃亏，这叫左右逢源，两头都占理。今天分享的这套方法，核心就一点，别再让您的存款在活期账户里睡懒觉了，利息实在太低，您得主动指挥您的钱去赚取更多的利息粮草。具体行动分3步。第一，找出家里所有的存折，仔细看看封面或内页有没有综合存款这4个字，没看到的或者不确定的，拿笔记下来。第二，带上身份证、健保卡和开户印章，去银行柜台，明确要求办理转为综合存款，并开启自动转存功能，别被其他产品推荐打扰。
办成就行。第三，如果方便，顺便把手机网银或相关数字服务也开通，把该省的转账手续费省下来。银行的好福利不会主动送上门，得靠咱们自己去争取。您的一次行动可能就让每年利息多出好几万。如果您觉得今天内容对您有帮助，恳请您关注汇点生活频道，并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有新的福利政策，我能的一时间告诉您。也请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老伴和老朋友们，您的一次转发，很可能就帮他们守住了宝贵的养老钱。从明天开始，咱们就行动起来，把每一分钱都打理得明明白白，让咱们的晚年过得更从容，更有保障。我是张天明，咱们下回再见。